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下朋友圈里的朋友突然牛了怎么办？如何调整羡慕嫉妒恨？就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大家都很像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说读书学习就非常的简单。那现在像我们这种人到中年，是不是？人生的轨迹分叉了。是，就是每个人的发展的频率和速度，甚至方向都不太一样。当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，我们是如何处理的？希望对大家有所参考借鉴，也是心灵马杀鸡的一部分吧。如何调整好心态，做好你自己？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对，我们先来铺垫一下，讲讲这个场景。Okay. 这个互联网真的是有的时候也挺坏的，对吧？特别你看到什么小红书，这个朋友圈，包括码农上的比较多的这个一亩三分地这种 blind 都会在上面 post 薪水啊 ，post 他们最近干了什么啊，这种一方面是给你提供更多的信息，对吧？那一方面也是非常多焦虑产生的源泉啊。特别是你会看到可能在朋友圈里面一些跟你背景差不多的，或者你自己觉得没有自己好的人突然就一下子牛了，对吧？对在工作中也是一样的，在工作中有些公司它比如说有同事升职了，它会大家一起发邮件通知一下，你就有可能看到你坐在你旁边人升职了。由于互联网的发达，你就会收到很多羡慕嫉妒恨的来源。古人的话，那你就生活在自己的村子里，自己家里面的人关系处理好就可以了。但是现在反而可能跟家里人没有那么的亲密，但是你跟互联网里面的人有很多羡慕嫉妒恨的来源，对吧？我个人是觉得那些互联网的都不会对我带来太大的影响。OK， 对，我看到很多我一直看的淘宝主播，对，李佳琦，你看人家比我还小吧，是不是？跟我同岁是吗？对，那人家肯定是比我要有钱多了。我觉得这个，我觉得还可以吧，还可以，就觉得不公平。但是当你跟你身边你邻居啊什么的，或者跟你同级的人，原来或者有一些生活轨迹的重合的那些人，假如他们有一天突然发达了，这个心态是挺难调整的。对，特别是就是说有句话说最舒服的状态就是你比邻居过得好嘛，就是说真的跟你比如说又没那么亲，然后又天天能碰得到的情况下，如果你能比人家生活好一点，心态就比较容易调整。那反之，你如果比人家差一点点，心态就比较难调整。接下来我们就来深入的剖析一下，该怎么去客观的看待这件事情，对，还有自己能做什么。客观的看待就是说，到底有没有过得这么好，可能是别人在想的一个问题。但是这里呢，我是觉得一般都是大家愿意去发朋友圈发什么去炫耀的事情，都是比较好的事情。是优中选优的那些说值得纪念的，本来就是在人生中发生的事情，就是有28法则嘛，大部分事情都没有什么，都挺平常的。然后有少部分呢，就是值得纪念。然后在朋友圈里面发的，又是少部分里面比较好的，对吧？比较正面的这些，所以你自然会看到别人最关心、最亮丽的那一个部分。你不要把那个当成常态，拿自己我知道自己的生活好的坏的什么都有，然后去跟别人精心挑选过、精心 PS 过的事情去比较，对吧？这个就有一些得不偿失了。那他发出来这么多事情，比我最高兴的时候感觉还要爽，对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也是一个问题。就比如说人家发的，你一直想坐商务舱回家，人家轻轻松松坐商务舱回家，发个朋友圈，对吧？然后包括去高级餐厅或者什么，就是我自己连发这种东西都没有资格，对，那怎么办？那你要想到，就是说，其实别人比如说炫这些东西，然后发成朋友圈，对他们来说，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 stretch 的。就他们觉得这东西也是踮踮脚才能够得到，对吧？那要纪念一下非常小众，非常难得。那你说这个发商务舱去拍张照片，肯定对他来说也是感觉是一个成就吧。OK， 那不然你怎么不去发挤公交、挤地铁呢？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他们自己也觉得，就是说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去做的。那一样就是说，你不要把这个作为常态，人家也并没有天天在做这件事情，人家天天做就真的是觉得稀松平常，也不用发朋友圈来强调这点了。对，所以就从刚才说的这两方面来说，别人你看到的并不一定是他生活的常态，而且别人发出来也是他自己觉得OK， 这是一个 achievement， 我想让大家都知道。对，但是也要反过来想，你会看到，比如说像谷爱凌，对吧？就是长得又好看，家境又好，又有钱，读书又好，就什么都好。真的是会有人什么都好。那也要正确的去看待这一点，就是工作、长相，甚至包括你的财富，包括你的学习，其实这些都是正相关的。因为你比如说你家里背景好了，你就更有可能
去父母重视学习，你有可能本来就学习会更好。那你工作以后呢，你既然学习的这个圈子好，然后包括可能父母给一些支持，那你的工作自然就会蒸蒸日上。所以这些东西都要大家意识到是正相关。家庭背景好，你自己工作特别烂，这个才是新闻。家庭好，工作又好这件事情并不是什么新闻，所以也要正确意识到这一点。就有的人真的是天生就出生在罗马，那也没办法，对吧？就是这个样子，要接受这个社会的这种，也不说不公吧，就是这种多样性，对吧？就是不公，无所谓嘛。对对对，就是不公。有的人就是运气好，所以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倒是确实戳中了事实啊，就是说，但是比较难接受，是比较难接受。对，但至少你要想到这一点，对吧？你要承认，对，你要承认，或者把这个东西推给命运，对吧？那人家就是命好，那所以他什么都好，这也是正常的。对，所以一般来说，一样好。就很有可能会样样好，是的，这才是大概率事件。是的，如果某样好，别的样都不好，反而是小概率事件，你的心态就可以调整了，对吧？OK， 我们讲了这一些，就是让大家能够去客观的看待这个事情啊，不管是正向来看还是反向来看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该如何处理，我们提供5个方法。对，5个方法，很多，大家自己各取所需，最后都是让你自己爽，对吧？也没有说哪个好或者哪个坏啊，找到适合自己的最重要。对，那第一个就我用的用的比较多，就是屏蔽，就不看。对，我原来也是一直会给别人点赞嘛，让朋友就是相互之间能有一个互动的一个好的方法。对，是。但我后来发现点赞也没带来什么效果，点赞之交是真的就是点赞之交，而且人家比如说生娃或者什么大的这个，你的这个点赞也淹没在这个所有70-80个赞里面。还有呢，我是觉得就是说我看到别人的帖之后，即使是人家做的很简单的一件事情，就比如说出去玩带娃简单一些事情，我心里会稍微有点不好受，就是因为觉得为什么我在这里点赞别人的朋友圈，但别人却 actually 做了这件事情，我却没有真正的去享受我 enjoy 自己的 time， 这个是让我觉得就是心里面有一点点这种 guilty 的这种感觉啊。我为什么没有跟小汤小米一起玩？那人家娃比如说去第一天 first day of school 对吧就拍了，但我为什么不留照纪念呢？所以就是这样的反差让我就觉得我也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instead of 给别人点赞，对吧？坐在这里给别人点赞，然后也找到了别的让我更感兴趣、愿意花时间的事情，比如说我会看看淘宝直播啊，是不是买点东西啊，或者就是看看 YouTube 心灵鸡汤的一些长的视频，不会把我零碎的时间呢就放在点赞朋友圈这件事情上了。对，所以这是我自己处理的一个方法，然后我觉得挺好的。OK， 对，别人也没觉得，别人也没问我，你怎么没点赞？你去哪了？好久没见你点赞了，最近还好吗？好像发现没人关心我了。对，当然，我就跟艾玛比较不一样啊，我就挺喜欢朋友圈，对，挺喜欢看朋友圈，也挺喜欢发朋友圈，没事就做朋友圈，没事就发朋友圈。对，原因就是说我个人还是比较积极的看待这件事情的，就是别人好，可能你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学习的机会嘛。对，包括就是说，如果你的圈子里面人都做得不错，那对你来说也是一件好事，你可以去 enhance 这个 connection， 你可以去 learn from others， 对吧？你也可以进一步互相互助，这个都是带来一些机会的事情。从我的心态上，既然我能应对好这件事情，那我还是挺乐于去看看朋友圈，看看 what's going on， 看 Costco 最近有什么新的东西在打。对，榴莲冰淇淋最近就是，的确你也能获得一些信息了。当然你也可以看到别人在做那儿，说不定以后你也可以自己去。对我来说，如果大家发的特别好的这种旅行的照片或者吃东西的照片，就可以去作为下一个目的地的来源嘛。那比如人家不管是公司融资也好，换了工作也好，那也可以去问问你新公司怎么样，对吧？你那个创业有什么体会？这样我觉得也可以真正的做到有一个互动，而不是就是看完以后说哎呀这人也没啥，对吧？如果你能调整好一个心态的话，那么也可以利用这个。对，那我有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你对于你朋友圈的这个微信朋友圈的 management，给你的 return 大吗？ return 还挺大，特别是就是说特别看到那个大学同学，
如果真的有人去了一家比较好的公司，的确是可以内推啊，或者说有 connection 啊等等等等。这是第二个方法，就是去比较 positive 来看待这件事情，对吧？把它当成一个 connection 去 manage，把它当成是一个 resource 去获取，对对对。好，那么第三个方法，第三个方法是第三个方法就是要理解，对，因为这个是人之常情，想要去炫耀一些，不要看到这个东西很反感，对吧？刚才我们说了，就是说。发朋友圈的这件事情可能是生活中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，觉得值得纪念或者值得庆祝，或者就值得炫耀的事情，也没什么不好的，对吧？毕竟要是我明天买了法拉利，那我肯定发朋友圈。我也发。对，所以这个炫耀是人之常情，要理解这件事情，对吧？要 happy for them， 对吧？如果你不能 happy，OK，go to the first solution 啊，那就说我们屏蔽不看。包括这个古话有一句话叫做这个锦衣夜行，对吧？穿了很好的衣服在晚上走，没人夸奖你，没人鼓励你，感觉总是少了什么。所以要理解大家都是有这种心理需求的。一旦你理解好了以后，这也是你自己应对的一个方式嘛。对。第4个方法，我觉得就是不共情。不评价，对，不用把别人做的任何一个事情都反射到你自己身上，对吧？你的朋友确实可能现在发展的很好，你们两个就是已经不在同一个阶级了，你无法共情他任何的东西，对吧？他发了一条朋友圈，哎呀，又炒股亏了1个亿，是你这算不要得 show off 呢，还是算真的感叹呢？是，对，就是因为轨迹差得太远了，你们可能完全无法共情，所以你也没有必要强制的去共情人家，然后还有就是也不评价别人的生活，别人不管是过得好还是不好，我们都要以这是别人的生活去看待这件事情，对吧？你没有必要把自己放进去，不要代入感太强，也没有必要。知音小编跑到人家床头啊，今天晚上心里有点小不适。是。那么再讲最后一个，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 mindset，对。我觉得我以前也会就是有很多羡慕嫉妒恨，然后我也看了很多的资料，怎么样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态啊。然后我觉得其中一个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一定要有一个 infinite mindset， 还有一个长期的 mindset。你嫉妒的来源就是因为你觉得饼只有这么大，那么要么就是你的，要么就是我的，所以对吧？所以你没有这种 infinite resource 的这个概念，所以你总觉得别人有了。那么我就没有，就好像别人抢了我的东西，对吧？那么就导致自己心里很不平衡。但是如果你现在一个方法 ，instead of 这个饼就这么大，你可以一起把这个饼画大，对吧？那么就是你也有点饼，我也有点饼，对吧？有一种这样就是 infinite resource 的感觉。而且别人买了法拉利，对吧？法拉利又不是只有一辆，对吧？你可以再买一辆法拉利的，就是说，是一定要是无限的。你可以做很擅长某一件事情，我可以很擅长另外一件事情。是的，这个不是零和游戏，对吧？不是你有我无，对，因为毕竟在大多数情况下，这个社会还是比较物资充裕的，对吧？没有这个饥荒，没有战乱，大多数地方，对，所以基本上就是说。别人有的东西，如果你想要的话，获取并没有那么大的难度，对吧？还有一个就是说，也要体会到这个 ups and down 嘛，就是可能某些人现在他在自己的生活高点，对吧？那也有可能会 down， 也有可能会再 go up， 对吧？但是就是可能就是个循环，所以你也不用太上心。别人现在跟你自己 rock bottom， 跟别人最高光的时刻去做比较，也是的。然后我还想说一点啊，就是我自己的精神支柱来源吧，就是反正别人多有钱。别人都什么，我觉得都好像都还行吧。我觉得就是主要是我跟你的关系，还有我跟小唐小米的关系，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无法 measure 的，对吧？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让我最开心的时候，就是我没有必要去跟别人比，别人去做商务舱什么的，反正就是也无所谓啦。但是我只要跟小唐小米的关系，还要跟你的关系好，这些东西可能是无法 measure， 就是无价的。对，是的，对，不要老是就是。还是学生心态，就什么东西都可以折换，对吧？都可以 stack rank。对，原来的确是啊，就是这个社会很多方方面面都是在不停的排序，对吧？你不单单说学生啊有 GPA 有排名，对吧？公司还有排名，对吧？你克服一下，然后谁是 stack ranking， 然后 rating 等等，不停的在排名，不停的在加强。哪怕你成了富豪，说不定富豪榜上 Elon Musk 可以看掉到第2位，还心里有点小不适，对不对？这个真的是就不管什么东西都得有排名，学区也要排名，大学也要排名，高中都要排名，连小学美国的小学都有排名。是，对，就是大家就有一个心态啊，就是说我一定要把就 find a 就是 find a
对对对、evaluation find a ruler， 找到一个尺，对，要找到自己尺在这里，然后我比别人高，这样看起来才爽。这个其实很难，对吧？也没有必要。对，对，你可以找一些无法被评价的东西，比如作为自己拥有的财富，对吧？对，你说有健康的身体值多少钱吧？值1个亿还是2个亿？对，这是挺难的。那我们再来讲讲最后一方面啊，这个发帖人作为你是吧？自保手册啊，比如说我就是比较喜欢这个发帖的，那我觉得就是说有一点要做到这个能够尽量共情吧。对，一方面就是说人和人的悲喜不尽相同，要知道你大多数的听众是怎么样的，不要硬是头硬去顶着他们去做。比如说有2个具体例子，一个是张雨绮被人家狂喷，就是他说了一句1克拉以下的钻戒都没有。都不是钻戒，都没有投资价值，都没有购买价值，没有体会到大多数人的一个感觉。那最近的例子也很明显，就是李佳琦嘛，直接跑上来说你们不努力，你们工资不涨。也许他真的是心里这么想的，对，因为他自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，从什么都没有，他觉得他是通过自己的努力，他觉得of course， 那至少他自己的经历强化了这个觉得，对吧？就每个人都应该通过自己努力，从贵哥变成带货一哥，对吧？那的确，大多数人这个实力不允许是一方面，也不一定有这个机遇。不管你是发帖人还是看帖的人，尽量做到不共情不评价吧，对吧？因为你去共情人家很难，你的东西。你的 resource， 你身边的人，你的现在真正的资产，你的这个视野，跟2个人都是不一样的。对，你无法完全去理解。李佳琦可能说的这些话，可能他确实是这么觉得。我觉得有可能他就这么一说，对吧？对，所以你的应对方法就是，对你不在一个阶级，对，你也不要去评价别人。对，是。那人家过得不管好和不好，就尽量分清楚，那是别人的生活，这个是我的生活。那第2点呢，就讲到刚才阿玛说的，能不能去提供一些价值，对吧？因为你发帖什么，不管你是求炫耀也好，求夸赞也好，那都是一个情绪价值。你想让别人为你提供一些情绪价值，让你感觉 feel good， 对吧？那这个情绪价值本身其实背后也是有个价格的。你不停的去索取这个免费的东西就是最贵的，人家就会觉得你很讨厌，对吧？而且你如果纯粹只是单向输出，就是想知道我的生活有多好，或者我给你看看我的生活有多好，这个就是你在白嫖，对吧？你就是一味的想获得别人的眼球，想获得别人的称赞。可能你可以做到的就是说，你也可以给别人提供一些价值，对吧？就比如说你换了工作，对吧？你高升了，你升职了，对吧？这件事情你一方面就可以说OK， 我什么也没干，我就升职了，工资又涨了这么多，好无聊，对吧？你也可以说 OK， 我是通过做了这几件事情potentially去升职。这个就在比如说一亩三分地论坛，我也经常逛，这个在论坛里面就比较常见。如果你真的只是纯粹的讲你升职了，你有多牛，一堆彩，对，大家都会去喷你。但是有的人真的就是把他的心路历程讲出来，哪些做得好，哪些做得不好，那大家就会觉得真牛，对吧？然后我也从中学到了一些东西，这就把这件纯粹的炫耀这件事情本身做成了一个 win-win situation， 对吧？那有的人说我投资投得好，就啪贴了一个账户，哎呀5个 million， 我可以退休了，怎么样？又是被人家狂喷。但是有的人就比如说把他背后的运气好的、运气不好的和学到的一些知识都放在上面，那大家就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。不管简简单单你说你跳槽了，欢迎大家找我内推新的公司，就这么一句话，到你愿意更多的去长文分享你的一些心得体会，都是想办法去给别人提供一些价值，并不是一味的去索取，这也是保命守则，对不对？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很好的调整好自己的心态。对，最重要的还是就是说安刻到自己身上，对吧？不要老是被别人所影响，别人过得好过得坏，影射到自己过得好或者过得坏，别人过得怎么样对你没有提升也没有降，的确很难。所以我们提供了5种方法，从把它直接屏蔽掉，对不对？到你能够更 positive 的去看待这个东西，说到底还是找到自己最合适的最好，也没有什么方法的好坏，对，适合的就是最好的。对，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。对，开开心心最重要。对，好，那就先这样，拜拜。